你知道三国名将的死因和死亡时间吗？相信90%的人都没有具体的答案。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列举出9位三国史诗级人物的死因和死亡时间，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列出。第一，曹操，他从30岁起就开始带兵打仗，直到去世前整整打了36年，而他作为统帅，背负着巨大的压力，所以一直饱受头痛的困扰。而在官渡之战中，华佗在曹操头上扎了一针，便缓解了他的头痛，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，头痛的情况也更加强烈，于是曹操就向华佗询问根治之法，而华佗建议他做开颅手术，然后切除病变部分，但曹操生性多疑，认为华佗要谋害他，便下令把华佗杀掉，所以他的病情就逐渐加重，最后在公元2020年3月15日病逝于洛阳，享年66岁。第二，刘备，他在少年时拜卢植为师，后来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、讨伐董卓等活动，但由于他自身实力非常有限，因此在诸侯混战过程中屡屡遭受失败，所以就依附了曹操、袁绍、刘表等多位诸侯，最后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先后拿下了荆州、益州，并且还建立了蜀汉的政权。但是后来因为关羽被东吴所害而失去了理智，甚至还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要发动对吴国的战争，结果兵败夷陵，最终在公元223年病逝于白帝城，终年63岁。第三，关羽，建安24年，在襄樊之战中，曹操派于禁前来增援，但是关羽却擒获于禁，斩杀庞德，因此还使其威震华夏。而在关羽败走麦城时，想要带人突出重围，但是却被孙权的手下马忠给埋伏了，并且关羽誓死不投降，于是和长子关平在临掬被杀害，最后死于公元220年。而在关羽去世后，他不仅被神化了，还被民间尊为关公。第四，孙权，年少时的他英武不凡，但是在晚年时的他却性情大变，导致朝纲不稳，这也埋下了他病亡的祸根。之后步入花甲之年的孙权却在历次上举棋不定，再加上太子孙和鲁王孙霸的两宫之争，这使孙权心里更加憔悴。公元251年冬，他到南郊外祭祀，回去后染上风疾，当年12月，他自知大限将至，连忙召诸葛恪来委托后事，第二年因病重不治而离去，终年71岁。第五，吕布，他是三国第一猛将，而他曾一人大战过刘关张三兄弟以及许褚、典韦、夏侯惇等6将，这完全可以看出吕布不俗的战斗力。但是由于他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因此在下邳之战时，他听从了妻子之言，不愿意出城驻扎，而这导致他被曹操生擒，甚至他成为阶下囚后，为了可以活命，提出要归降于曹操，并且还让刘备给他求情，但刘备为了避免吕布被曹操收归帐下，于是就故意提到了丁原、董卓，最后死于199年，终年48岁。第六，典韦，他是曹营的一位猛将，主要负责曹操的安保工作，而在曹操率兵攻打张绣时，由于张绣实力太弱了，于是就选择归顺于曹操，但是曹操非常不仗义，竟然把张绣的叔婶邹氏给强纳了，因此张绣一怒之下，直接率兵把曹营给袭击了。而曹操的大将典韦为了帮曹操争取更多的逃脱时间，选择徒手和张绣大军死战，因此身受数十处创伤，最后死于197年，终年37岁，并且在这场袭击中，曹操的长子曹昂、侄子曹安民也战死了，而曹操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第七，赵云，他的命可大了，就算在长坂坡被10万大军围困，他还能把襁褓中的刘禅完好无损地带到刘备面前，可以说赵云为了蜀国的江山也算是鞠躬尽瘁了。但是在刘备夺取西川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赵云了，甚至还莫名其妙的被诸葛亮贬了官。一生英勇无比的他没有战死在沙场上，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遗憾吧，但起码他的后半生是寿终正寝，最后在229年逝世，终年72岁。第八，张飞，在关羽被杀后，张飞极其悲愤，并且还请求刘备和他同时出兵攻打东吴，来为关羽报仇。但是张飞在准备伐吴时，因为关羽之死让他内心十分痛苦，所以经常借酒消愁，并且在他喝醉后还对下属打骂泄愤，而这使他的部将范强、张达忍受不了了，于是在他睡着时就将他给杀了，而他逝世于221年，终年55岁。第九，周瑜，他的死因在历史上有2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在东吴准备进攻巴蜀的过程中，他的旧伤又犯了，再加上这个伤口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，这导致他的身体一直就没有完全康复，而在行军中这个伤口又被激发了，最终化脓导致死亡。另一种说法就是他在统一江东的过程中主张与曹操合作共治天下，而在孙权的安排下，他与鲁肃共同前往曹营去拜访曹操，试图和他达成协议，但是在谈判中他表现得太傲慢了，因此激怒了曹操，并且此事受到孙权的责难，使其情绪非常低落，最终因病去世。